同学们，上节我们学习了蔗糖的生物合成，下面学习一下淀粉和糖原的生物合成。淀粉是植物界普遍存在的贮存多糖，谷类、豆类和薯类等粮食植物中含有大量淀粉，在高等动物的肌肉和肝脏中储藏着动物淀粉、糖原。淀粉和糖原虽然在结构上复杂程度不同，但是它们生物合成的基本机制是相似的。直链淀粉的增长是在原有直链上逐个增加葡萄糖残基，支链的增多是把直链的一部分拆下来装配成侧支。淀粉是由很多个葡萄糖分支通过阿尔法14糖苷键和阿尔法16糖苷键形成的同多糖。根据糖苷键的形式，淀粉可以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种。支链淀粉中，葡萄糖残基全部是通过阿尔法14糖苷键连接的。在支链淀粉中，除了阿尔法14糖苷键之外，还有阿尔法16糖苷键。在左图中，蓝色标注的是阿尔法14糖苷键，红色标注的是阿尔法16糖苷键。葡萄糖从链式结构写成比蓝环式，一位碳上的羟基是半缩醛羟基，具有还原性。在形成淀粉的过程中，不管是支链淀粉还是直链淀粉，只有末端的一位碳上的半缩醛羟基是游离的状态才有还原性，所以淀粉只有一个还原型末端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淀粉通过葡萄糖的聚合脱水形成多聚葡萄糖，产生淀粉的非还原性末端和还原型末端。淀粉是植物细胞中能源的重要储藏形式。下面这张表里列出了常见的作物中的淀粉含量。从表中可以看出，大米中淀粉含量高达 75%， 淀粉含量极高。直链淀粉是地葡萄糖基以阿尔法14糖苷键连接的多糖链，分子中有200个左右葡萄糖基，分子量1到2乘10的5次方，聚合度是990，空间构象卷曲成螺旋形，每一回转为6个葡萄糖基。直链淀粉可溶于热水，遇碘液显紫蓝色，最大吸收波长620到680纳米。支链淀粉中，葡萄糖分子之间除以阿尔法14糖苷键相连外，还有阿尔法16糖苷键相连的，约20个葡萄糖单位就有一个分支，分支与分支之间的距离11到12个葡萄糖残基，各分支也卷曲成螺旋结构。下图中的淀粉空间结构中，末端标1指的是淀粉的还原性末端，末端标4指的是淀粉的非还原性末端。从图中可以看出，支链淀粉分子中有许多个非还原性末端，但却只有一个还原性末端，故不显示还原性。支链淀粉不可溶于热水，可溶于冷水，以碘液呈紫红色。在食物淀粉中，支链淀粉含量较高，一般占 65% 到 81%， 最大吸收波长530纳米到555纳米之间。光合作用旺盛时，叶绿体可直接合成和积累淀粉，非光合组织也可利用葡萄糖合成或通过蔗糖转化成淀粉。直链淀粉是葡萄糖残基以阿尔法14糖苷键首尾相连，没有分支。直链淀粉的合成可以通过3种酶来合成：淀粉磷酸化酶、地酶和淀粉合酶。首先，我们学习通过淀粉磷酸化酶催化合成淀粉。淀粉磷酸化酶广泛存在于动物、植物、酵母和某些细菌中。催化的反应如下：葡萄糖碳1被磷酸化，因此所转移来的葡萄糖添加在隐物链的碳4非还原末端羟基上。植物细胞中无机磷浓度较高，因此通常淀粉磷酸化酶的主要作用是催化淀粉的降解。直链淀粉合成的第2种酶是地酶，地酶是一种糖苷转移酶，作用于阿尔法14糖苷键上。
它能将一个麦芽多糖的残余片段转移到葡萄糖、麦芽糖或其他阿尔法一次糖苷键的多糖上，起到加成作用，形成淀粉合成中的引物。植物中的淀粉合成主要是由淀粉合酶催化的，淀粉合酶主要以 ADPG 作为葡萄糖基供体，必须有至少4个葡萄糖残基的引物存在。每次反应是将 ADPG 中的葡萄糖残基加在引物的非还原型末端。淀粉合酶在植物体广泛分布，活性高，是合成淀粉的主要途径。淀粉合酶也可以用 UDPG， 但用 ADPG 合成淀粉的反应比用 UDPG 快10倍。除了利用淀粉磷酸化酶、地酶和淀粉合酶合成淀粉之外，也可以利用蔗糖转化成淀粉。支链淀粉是在淀粉合酶和阿尔法1,4葡聚糖分支酶，也称 K5 酶，两者共同作用下生成的。在支链淀粉的合成中，阿尔法1,4葡聚糖分支酶可以从支链淀粉的非还原端拆下一个低聚葡萄糖片段，将其转移到相邻的支链片段的非还原型末端残基上，以阿尔法16糖苷键与之相连，形成一个分支。从图中可以看出，黑色实心球表示的是淀粉的还原性末端，只有一个，而非还原性末端有多个。糖原是一种动物淀粉，又称肝糖，由葡萄糖结合而成的支链多糖。哺乳动物体内，糖原主要存在于骨骼肌，约占整个身体糖原的2/3，以及肝脏中约占1/3，其他大部分组织中，如心肌、肾脏、脑等也会含有少量糖原。低等动物和某些微生物如真菌中也含有糖原或糖原类事物。在糖原生成过程中，是以 UDPG 作为葡萄糖供体，利用糖原合酶生成糖原。糖原的分子量较淀粉的略大，分支较支链淀粉略多，单糖连接方式与支链淀粉相同，分子链平均长度约12到18个葡萄糖残基。糖原分子示意图所示，红色表示糖原的非还原端，黑色表示糖原的还原端，有一个还原端和多个非还原端。动物消化淀粉生成6磷酸葡萄糖，然后将其转化成1磷酸葡萄糖，形成 UDPG， 合成糖原贮存在肝脏中。这个过程相比较通过葡萄糖活化成 UDPG， 只需要消耗很少的能量，所以糖原是葡萄糖有效的贮存形式。图中黑色小颗粒是肝脏细胞中的糖原颗粒。